今天大鱼给大家带来一部奈飞于4月8日刚刚上映的重口味惊悚剧《饥渴游戏》。一个路边专注炒粉20年的小姑娘，却意外收到了泰国顶级饥饿餐厅的邀请函。接受邀请后，她接受了主厨地狱式的训练，却意外发现了对方难以启齿的秘密。闲话少叙，开始正片。在曼谷老城区街边，女孩小翠辛苦地炒着每一碗河粉。这个客人尝了一口她的河粉后面露惊讶，走上前递给了小翠一张名片，还说明天会带小翠去一个地方。小翠随手接过放进口袋，压根没当回事。晚上她拿着名片上网搜索，发现男人给的名片竟是泰国最著名的饥渴餐厅的主厨。次日，他就来到餐厅面试，看着眼前一尘不染的炉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刀，小翠深深怀疑自己是否会做饭。邀请小翠来的男人是厨师的助手阿里。听到后，小翠有点失望，打算离开，但主厨的突然出现让现场气氛紧张起来。今天面试的人不止小翠一个，另一个是毕业于国际顶尖厨师学校的小胖。今天要比拼的菜是最家常的蛋炒饭。小翠依靠多年的炒河粉经验，做了一份普通的蛋炒饭。虽然小胖用了昂贵的食材以及精致的摆盘，但主厨尝都没尝就把他赶走了。随后主厨细细闻着小翠的味道，就像准备品尝食物一样，准确说出小翠餐厅的招牌是炒河粉，并说她身上的味道与这里格格不入。就当小翠以为自己也要离开时，就这样，小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明天。随后阿里向小翠介绍了所有在场的助理，这些助理实际上都是各个酒店的行政主厨，但仍然愿意屈尊于主厨的副手学习经验。这时主厨过来说，明天的任务是一位将军的生日宴会，会有很多泰国高层参加，主厨已经选定了主题和菜式，在分配完助理各自的任务后，提出了肉品的要求。而小翠要把 A5 和牛炒至鲜嫩，入口即化。随后主厨为她示范了牛肉厚度，接着让她试试，但她的刀工根本达不到主厨的标准。无奈助手阿力帮她切好端了过来。小翠这辈子也没处理过如此高端的食材，屡屡失败，火候更是无法把握。主厨郁闷地把小翠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并说要么明天前煎好和牛，要么马上滚蛋。准备好后，所有人都离开了餐馆，但天性坚强的小翠不愿意承认失败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待在厨房里练习，整整练了一夜的小翠终于煎出符合主厨标准的和牛。品尝后，主厨默认了，虽然他的手臂上都是被热油烫伤的，但小翠高兴地笑了。很快他就表演了厨艺，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权贵。小翠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一块块鲜美的牛肉在空中飞舞，权贵们送上热烈的掌声。在简单的摆盘后，一道鲜嫩的美食出现在客人面前，每个人都贪婪地享受食物，毫不顾忌形象地咀嚼着。甚至盘子底部的汤汁都不放过。随后副官大卫递给小翠一张名片。宴会结束后，小翠在厨房无所事事，主厨让她洗碗、切菜、清理灶台，这让自觉成功的小翠非常不服气，于是主厨让她去切配卷心菜。小翠终于清醒，再次开始努力工作，并在闲暇时还向阿里请教刀工，认真地开始了学艺生涯。她的厨艺进步飞快，和阿里的感情也在日渐升温，很快就做出了令团队老员工都不停称赞的菜品。在厨房里，阿肯在烹饪时点燃了一根烟，主厨愤怒地冲进来，把香烟放进汤里，搅拌喂进了他的嘴里。接着主厨又说团队里出了小偷，这里都是高端昂贵的食材，到处都是监控，给一个机会自己承认，否则就会报警处理。最后团队中的阿图无奈承认了，อาชีพของมึงที่นี่จบแล้วออกไป。这天，主厨收到了一个富裕家庭的邀请，为他们烹饪晚餐。但在最后一份汤里，主厨发现汤里加了虾，
大发雷霆，主人事先说了他女儿对虾过敏，如果他吃了这道菜，他将承担人命的责任。但现在换菜品已经太晚了，就见主厨把切剩下的边角料全部扔进锅里，又加了方便面调味料。经过精致装盘后，大家没有尝到问题，反而连连称赞。毕竟没有人会认为全国最顶级的厨师会使用如此简单的技术。回去后，主厨气愤地责骂团队中的老员工，因为那道几乎让他名誉扫地的汤就是老员工的杰作。老员工无法忍受主厨的打骂，用刀刺伤了他。住院期间，主厨非常不满医院的配餐，碰巧小翠带着炒河粉来看他。闲聊中，主厨谈到了他的过去。原来他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厨师，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在一个富裕家庭当保姆，富人每天都吃昂贵的鱼子酱。主厨想尝尝鱼子酱的味道，所以当没有人的时候，偷偷地打开冰箱，刚想尝尝，却意外被小主人发现后打碎了鱼子酱。因此他的母亲被扣除了几个月的工资。当妈妈打扫掉在地上的鱼子酱时，他又偷偷地用手指尝了尝，发现原来昂贵的鱼子酱并不好吃。富人追求的不是美味的食物，而是食物带来的声誉和尊贵。主厨告诉小翠，一个顶级厨师即使食物不好吃，食材廉价，富人也会蜂拥而至，名气才是他们所追求的。这一席话破灭了他在小翠心中的形象。他走在回家路上，听闻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，因为没钱，小翠只能让父亲住在最便宜的多人病房。在小翠陪护期间，却看到之前邀请他们的一家3口开枪自杀的消息，因为他们欠了巨额债务。邀请他们只是想让女儿在死前品尝到顶级的美味，但他们到底也不知道那天他们只喝了一碗方便面汤。这天，主厨团队再次被将军邀请到野外烹饪，因为客人想吃最新鲜的食材，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，将军猎杀了国家保护动物，让他们烹饪。一声枪响，就见一只犀鸟掉落在地上，将军高兴地与犀鸟合影，接着让主厨现场烹制。小翠无法忍受这種違法行為，在與廚師爭吵後離開了。เชฟ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อาหาร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กฎหมาย แค่นี้ยังทำไม่ได้ก็เป็นเชฟไม่ได้ ออกมาออก 之后，副官大卫找到小翠，说要为他量身打造一家网红餐厅，并配备专业的团队和奢华的厨房。小翠欣然同意了。接着，他像主厨一样，成为了一名细致严谨的厨师。小翠做的食物虽然美味，但没有自己的特色，她始终无法摆脱主厨的影子。只有独立风格的餐馆，才能在泰国占有一席之地。在他没日没夜的潜心研究下，终于想出了自己的风格，并做成了泰国最著名的网红餐厅。各路名人纷纷都来打卡，为了能吃到美女厨师做的食物，他们甚至提前1个多月预约。小翠瞬间成为了人生的赢家。为了展示她的水准，大卫接了开店以来第1个宴会餐，一位名媛邀请了许多明星富人举办派对，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美食家前来，而名媛钦点小翠为主厨。当晚，内心膨胀的小翠邀请厨师品尝自己烹饪的食物，但主厨尝后没有給出任何建議。ตอนนี้คุณเป็นเชฟชื่อดังนะถึงผมติลูกค้าก็ชมอยู่ตลอดเวลา并告诉小翠，名媛的派对并不是只邀请了她一位主厨。第2天，各种社交名媛、行业大佬和世界各地的美食家聚集在宴会上。名媛在看到小翠後，น้องจ๊ะเชฟพอลยังไม่มาอีกหรอแฟชั่นเชฟพอลอยู่ฝั่งตรงข้ามค่ะ小翠这才意识到她不是今天的主角，她不得不和她以前的老师进行烹饪比拼。小翠精心烹制了自己最擅长的美味，令现场的饕客赞不绝口。但突然房间黑了下来，从空中缓慢掉下来半只牛肉。只见主厨站在牛肉旁边，拿着武士刀玩命的挥砍，并用手玩命的捏揉油脂，然后拿起调味料撒在肉上，最后点燃了一堆柴火。半空中的牛肉在火焰的炙烤下，那里还是烹饪，完全就是一种行为艺术。没多久，主厨切下牛身上最嫩的部分，亲自喂给了宴会的女主人。在女主人师生的称赞中，大家一拥而上，疯狂地抢食案板上的牛肉。但小翠并没有放弃，她又拿出自己最擅长的炒河粉。本以为会让人感受到满满家的味道，但结果显而易见，富人与穷人对幸福的理解当然不同。最后，主厨用一道脱脂牛肉汤再次赢得满堂彩。随后，主厨走向小翠，告诉她，不管她做的食物有多好吃，
富人认可的只是名气，因为它代表了品味、财富和地位。正说着，几名警察冲进来就要带走主厨，接着客人们的手机一个接一个的响起，原来是主厨那天烹饪保护动物的视频。正是助手阿里发送了这些视频，他联合大卫举报了主厨，因为他们要把小翠推到第一。如果主厨进了监狱，他们就是泰國美食界的頂尖了。แน่ใจเลยว่าจะเอาแบบนี้เชิญครับยินดีด้วยครับเชฟเชิญครับยินดีด้วยครับเชฟยินดีด้วยเชฟ主厨走后，名媛们又开始吹嘘小翠的菜肴，小翠这才看清了这些富人的嘴脸，他们需要的不是美味的菜肴，而是展示他们身份的标志。小翠内心无法再适应这样的生活，她最终回到米粉店，开始了自己的烟火。本片从头到尾都是一直聚焦在社会阶级、贫富阶级的讽刺。编剧笔下的小翠很写实，因为小翠本身就是年轻人，当然会对成名、成功有所向往，所以会对美食有渴望，也会对有富人有所向往。这过程中引发观众对人性、欲望和现代社会的深思。导演运用了多种手法来传达电影的主题。电影的片名和情节呼应了人类对于饥饿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渴望，还包括心灵上的渴望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原片。您的点赞关注是大于每日更新的动力源泉，在此万分感谢。我们明天见了。